下雨将近1星期，下到人都快发霉了。也下雨下到玫瑰都发霉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白粉病。雨也停了，难得今早蓝天白云，微微的露出一些阳光来，这些玫瑰也渐渐的恢复了一些精神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Erin。刚刚影片上我们所看到的话，就是白粉病的症状。白粉病就是粉粉的一个状态之下，有时候会随着风飘散，会传播于其他的玫瑰上。白粉病它是怎么产生的呢？也就是下雨的时候长，而且就是潮湿不通风也是原因。我们要怎么样去抑制这些白粉病的蔓延呢？也就是尽早喷药了，去抑制它蔓延到整片的玫瑰园，而造成后果不堪设想。一般来说，白粉病它会造成玫瑰有多大的影响呢？很多新手可能无法想象的，就是让玫瑰开不了花，你的玫瑰的叶片会有一点点卷卷的状态，甚至这些花苞发育不良，根本开不了花的。而且开起来的花或许就会畸形了，这一方面就是要注意了，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是比较重要。这时候我们就是要使用杀菌来做一些防治治疗了。假如说你经济方面你觉得够的话，你可以用已经调和好的喷剂去做个杀菌。要是你玫瑰种得多的话，我会建议你用高浓度的药去做调和，调和于大桶的2000cc、2500以上，做个调和的话，去喷洒玫瑰上，这方面经济真的是会比较省。若是能添加一些斩着剂的话，效果也是蛮好的。等一下随着镜头我会拍摄一些白粉病的明显的症状，再详细的讲给大家了解。这段期间我会随着玫瑰的生长还有整个状态，随时会做个拍摄更新，分享我自己的栽种的经验。等到花期来的时候，整个缤纷花开，我会介绍一些玫瑰的品种。若是喜欢 Erin 视频的朋友，别忘了继续追踪哦。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整体吧，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白粉病的恐怖性，如何去做个解决吧。我们走吧。这个季节有时候会看到瓢虫，不要扑杀，瓢虫的幼虫会吃蚜虫。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花苞的形成，有些已经都很饱满了，这个时候最怕玫瑰生病了。这一株英国玫瑰格莱米城堡从来没有犯过白粉病，可是夏天它的黑心病就很严重了。而这一株蓝鱼本身不是说非常的健壮，有时候还是要喷药的。画面上我们所看到这个白白的点，这个就是白粉病。这个我看到我会先把叶片摘掉，你看里面也是有一些都已经染上了。这一款迷你玫瑰每年必定会有白粉病的出现，所以一定要喷药。今天去园艺店买一些喷药所看到的景，你看这些玫瑰也是因为多雨的关系而造成白粉病染得很严重，这都是无法避免的。市面上卖各式各样的一些喷药，这是玫瑰专属的用药。我买回一瓶杀菌用的喷药，可以治疗白粉病、黑心病。这一区是我的扦插区，也是切花品种居多，很多玩玫瑰的老手都知道，切花品种并不好养，很容易生病，这一些都是跟品种有相关。你看画面上这个就是白粉病了，目前染得这么严重，也是必须要喷药的。这个就是玩玫瑰的现实状况。所以喷药还是要确实，养玫瑰就是要花时间花钱，
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的，是很现实的问题。我们把画面转向这一株树玫瑰，这一株树玫瑰是我自己所做的。去年因为染上白粉病，完全报销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去年染上白粉病太严重了，所以我把那些花苞全部把它剪掉了。今年你微微的染上白粉病，你看这些叶片一看就知道，正常的叶片不会呈像这样子的卷状，这些都是一定有问题的。而且你看这些花苞是不是也小小的？我带你们看个更清楚，这个就是白粉病，有粉状性，这会传播的，所以必须要喷药。正常来说，那个花苞也是不行的，也是要剪掉了。一看就知道那个无法好好的发育了，也开不了好花来。这个就是白粉病的恐怖性了。经过我的介绍，你们是否更加了解了呢？为了避免散播传染到其他的植株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喷药预防。这是喷药后的状况，记得喷药要选在天气好的时候，之后不再下雨，不然这一些都是白费了。介绍完白粉病它的整个流程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花园的状况吧。才经过一段时间，是否有发现到整个叶片都长得很茂密呢？这一些玫瑰与花草们持续的生长着，也持续会茂密。接下来花开之时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缤纷的光景。有些品种铁线莲的花苞已经饱满了，过一阵子可以见到花开。这一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铁线莲品种与一些帕特玫瑰的品种。花开时的五颜六色与缤纷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，并非地方大，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做个造景设计，栽种一些玫瑰与花草。2年前买的这一株树根多年草，现在已经蔓延一大片了。葡萄风信子也开得差不多了。我们今天暂时介绍到这儿，期待下一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